没菜吃，到老乡家人的自留田里去拔菜、偷菜，钱也不多，就是你有钱也没地方买，怎么办？只有动这个脑筋。你那时候就忍不住吗？忍不住呀，想吃又没有，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，怎么办？一个鸡半个小时就下肚了。我说回头看这个事情，那个时候想想现在，看看现在，再想想也，那个时候真的也很可笑的，但是也迫于无奈，没办法。当地的干部他也知道，但是他也没办法，睁一眼闭一眼。那现在说留在那边的人还有啊？好像应该说没有了。基本上都大返程回来了。都返程了，其中有一个也是上海的长宁区的，他是被当地的一个女的忽悠了，后来胆子小，因为他当地那个时候谈了一个朋友，好了，忽悠他说那个女的怀孕了，你要走的话就告你，就叫你坐牢。那个男的嘛，那个胆子小，就留下来了。也是就前几年刚退休，回了上海，先回来。那么他现在回来跟你们还是有差别的呀？有差别的，已经看上去我们已经不认识他了，很苍老。我们不讲一个苍老，另外一个经济上就是养老金上面差距很大的。很大的。像你这个年龄，在上海普遍情况下在6000到7000之间。像我们一般都是在7000左右吧。7000左右，那么他可能就是你的一半了。一半我估计大概一半还没有呢。那么你们就是中学里面出去的，比如说，到退休年龄才从外地回来的，有多了，好多了，因为当初他们也没办法，脱离农村，有他们是内招或者是什么的，是吧？或者中国关系商调的，好了，事情大返程以后，他们这些人都留下来了，留下他们不可以返程了呀，不可以回上海了呀，只好留在那里，一直等到退休才能回上海。退休回上海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，要有上海要有人接收，没有人接收还不能回来。有不愿接受的人有吧？家里面不肯接受的人有，因为是为什么呢？回来以后住房是个大问题，上海住房本来就是很困难的，你从外地回来，势必要有房子住的是个问题吧。这个障碍可能是出于兄弟姐妹之间了。这个就是涉及到兄弟姐妹群，兄弟姐妹群关系好的，家里头会讲这份情分的，也就回来了；不讲这个情分的，他就回不来。这个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事情如果是在外地结婚的，他第一个子女可以16岁可以回上海。如果子女结婚了在上海，他可以投奔子女，这个子女在上海有房子的。如果没有结婚的，或者是子女没有的，他投父母啊，或者投兄弟姐妹啊，这个要看他们家里的人的愿望怎么样了。如果同意的话，你回来；不同意，你就不能回来。所以说矛盾就又产生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当时去的时候，他是到那个安徽插队以后呢，他因为当初那个时候呢，他在安徽结了婚，他对方呢是家里呢在当地的，就那个时候呢，在公司里面也是有点花头的，知道吧？把他就调到公司去了，调到公司以后呢，就是把他安排在是做什么呢？好像是代课老师。好了，没多少年，那个女的生病死了以后呢，他就是那个时候呢，知青们已经已经大返程了，已经走的差不多了。他那个时候一想回来，不能回来了，又在当地找了一个老婆，就在那边生活。那个时候是几几年？他们就是家的房子要动迁了，
因为当时动迁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还在。按照名分呢，就是说父母，就是我那个朋友呢，应该他按知青应该也有份的，家里兄弟姐妹就是不同意。他父母要接受，他父母接受的，你要接受的话，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。这么厉害啊！所以说到这个程度上面，他后来就始终，好了，父母被他们下面因为在上海的子女逼得没办法，为什么呢？比方说，我们这么打个比方好了，100块钱，对吧？本来就3个人分或者4个人分，一个人能分到25块，或者，对吧？你多了一个人，是不是他要少分了？其实呢，涉及到他们在上几个人的利益。这给父母出难题了呀！啊，给父母亲出难题了呀！对呀，父母也没办法，父母他那个是在外地的，你靠他养啊，你到安徽去，你跟他生活去。所以他们兄弟把这话放出来了。父母没办法，就和他说你不要回上海算了。那么最终回来了没有啊？最终没回来了有回来呀。那小孩呢？小孩回来了吧？没有，小孩也不给他回来到哪里去啊？没地方去收。没地方去弄，没地方弄呀。他兄弟家里兄弟姐妹都不接受呀，他父母也接受，他都威胁他父母呀。刚才说的一些事情，都是我们知青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，也是我们知青经历了一轮血泪，可以说血泪史，造成这些情况。上山下乡，你怎么说呢？实际上上山下乡是个悲剧，涉及到千家万户。我可以这么说，上海的每家每户都应该涉及到的，没有涉及到的很少很少，除非他家里是高官。